第一课，今晚出去吃晚饭怎么样？嗨，安娜，今晚出去吃晚饭怎么样？我不想做饭。嗨，约翰，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你想去哪里？市中心那家新的意大利餐厅怎么样？我听说过关于它的好消息。当然，我准备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去？晚上7点左右怎么样？这应该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听起来不错，我现在就开始准备了，这样我们就不用着急了。太棒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会看看我们是否需要预定。好主意，可能会很忙，尤其是在周末。如果我们需要一个，请告诉我。会的，安娜。如果需要，我会打电话预约。谢谢你，约翰，我很感激你照顾好这件事儿。没问题，安娜。我希望我们今晚的晚餐没有压力。我也是，约翰，放松一下，一起吃一顿饭真是太好了。我很期待，我一直很想吃点好吃的意大利菜。这里也一样，我等不及要试试他们的意大利面或者一些披萨了。菜单看起来很好吃，我相信我们会找到我们俩都喜欢的东西。这是肯定的，意大利菜适合所有人。我很高兴我们在同一个页面上，一起探索新餐厅总是很有趣。绝对可以，约翰，他让事情变得有趣，为我们的用餐体验增添了多样性。这也是摆脱平常的例行活动，享受一个特别夜晚的好方法。我完全同意，约翰，正是这些小事让生活变得更加愉快。说得好，安娜，让今晚成为一次难忘的晚餐郊游。我全力以赴，约翰，我会做好准备的。晚上7点，我们就可以出去了。完美，我会确保我们晚上的一切都准备就绪。待会儿见，安娜。待会儿见，约翰，我很期待我们的晚餐约会。第二课，是时候去买新衣服了。嗨，安娜，随着冬天的临近，我想是时候去买新衣服了。嗨，约翰，这是个好主意。我最近感觉有点冷，我们应该去哪里购物？市中心有一家百货商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冬季服装。我们可以去那里吗？对我来说，听起来不错。约翰，我听说他们有温暖又时尚的选择。这个周末我们可以去。星期六下午怎么样？星期六对我有用，我会把它记在日历上，这样我们就不会忘记。太棒了！在去商店之前，我们应该列出我们需要的东西。这是个好计划，约翰。我们可以记下我们要找的物品，比如外套、毛衣和靴子。别忘了围巾、手套和帽子，它们对于冬季保持温暖至关重要。你说的对，约翰，我一定要把它们也包括在我们的清单中。查看我们目前的冬季服装，看看是否需要更换任何东西，总是一个好主意。确实如此，
我们可以将不再需要的东西捐给有需要的人。这是个深思熟虑的主意，安娜。让我们确保我们负责任的购物，并考虑其他人。绝对可以，约翰。重要的是要注意我们的行为，并尽我们所能提供帮助。我们还要留意任何销售或折扣，以获得最物有所值的服务。绝对可以，约翰。在购物时省点钱，永远是一种奖励。我很期待找到一些舒适又时尚的冬装，会很有趣的。我也有同样的感觉，约翰。在寒冷的季节更新我们的衣橱，真是令人兴奋。我们会确保选择合身且保暖的衣服，舒适是关键。舒适与时尚并驾齐驱，约翰。我们会找到完美的平衡点。购物之旅结束后，我们可以吃点东西吗？这将是结束一天的好方法。这听起来像个计划，约翰。我们可以用一顿热腾腾的饭来犒劳自己，放松身心。我很高兴你能上船，安娜。这将是富有成效和愉快的一天。我很感激你能成为我的购物伙伴，约翰。让它成为一次成功的旅行。同样，安娜。我们组成了一支很棒的团队，让我们为购物和冬季时尚的欢乐日子做好准备。第3课，我们的孩子们的假期快到了。你好，安娜。你意识到我们的孩子们的假期快到了？嗨，约翰。是的，我一直在考虑，能有点时间放学真是太好了。绝对是。我们应该计划一些活动，让他们在休息时玩得开心。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带他们去公园，度过一个电影之夜，甚至可以去短途旅行。我喜欢这些建议。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他们的休假时间，创造持久的回忆。我同意，这也是我们一家人一起度过美好时光的机会。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参与计划过程，让他们选择一些他们想做的活动。这是让他们对休息感到被包容和兴奋的好方法。我们还可以鼓励他们参与创意活动，例如绘画、手工艺或阅读。这是个好主意，约翰。它有助于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并保持他们的参与度。我们还应该确保他们在休息期间得到足够的休息和放松。绝对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恢复活力，为下个学期做好准备。也许我们可以度过一个睡衣日，我们都待在里面，在家里度过舒适的一天。听起来很可爱，约翰。这将是放松身心和乐趣的一天。我们还记得在空闲时间与一些教育活动，例如拼图或教育游戏之间取得平衡。好主意，约翰。即使在休息期间，学习仍然可以很愉快。我很感激即将到来的假期，它使我们有机会与孩子们重新建立联系。我也是，约翰。家庭时光很宝贵，我很期待充分利用它。我们将确保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快乐而难忘的假期。绝对可以，约翰。他们的幸福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让我们开始计划，让每个人都度过一个特别的时光。
我很感激你能成为我的搭档，安娜。我们是一支优秀的团队，为我们的家庭创造美好的体验。我也有同样的感觉，约翰。我们可以齐心协力，让这个假期成为一个真正快乐而难忘的假期。第4课，你最近看过什么好看的电视节目吗？嗨，安娜，你最近看过什么好看的电视节目吗？嗨，约翰。是的，我一直在狂看一个新剧集，真的很不错。哦，这听起来很有趣。它叫什么？它叫做《王冠》，这是关于英国王室的。我听说过，是电视剧还是纪录片？这是一部历史剧，表演和讲故事都很棒。这听起来很有趣。我喜欢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节目。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的，它为人们提供了对英国历史的迷人一瞥。我会把它添加到我的关注列表中。你还推荐其他节目吗？怪奇物语是另一个很棒的节目，它融合了科幻、神秘和冒险。我听说过很多关于那篇文章的正面评价，我应该试一试。绝对是，它引人入胜，让你坐在座位边缘。谢谢你的建议，安娜。我一直在寻找可以看的新节目。不客气，约翰。我喜欢发现和分享精彩的电视节目。在漫长的一天之后，通过一个精彩的系列来放松身心，真是太好了。绝对是，这是逃入不同世界和故事的好方法。当我们找到我们俩都喜欢看的节目时，情况就更好了。我同意，约翰。这是一种在一起度过时光并参与共同兴趣的有趣方式。让我们制定一个计划，很快一起看一些剧集。听起来像个计划，约翰。我们可以准备一些零食，度过一个舒适的电视之夜。我很期待，安娜。这将是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我也是，约翰。让我们做点爆米花，为一场精彩的表演做好准备。我很高兴我们有这些时刻可以放松身心，享受彼此的陪伴。我也是，约翰。正是这些小事让生活变得更加愉快。绝对可以，安娜。让我们珍惜这些时刻，一起充分利用我们的电视之夜。我完全同意，约翰。这是精彩的节目和美好时光。第5课，我们的邻居想捐出他们的猫。嗨，安娜，你猜怎么着？我们的邻居想捐出他们的猫。嗨，约翰。哦，真的吗？这很有趣。他们为什么要把猫送出去？他们提到，他们的生活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无法再照顾这只猫了。我明白了，这对他们来说很不幸，但这可能是其他人给猫一个充满爱心的家的机会。没错，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考虑收养那只猫。我们的孩子一直在要一只宠物。这是个好主意，约翰。养宠物可以教会他们责任，成为陪伴的源泉。
我同意。另外，家里有个毛茸茸的朋友真是太好了。我们应该和邻居谈谈，更多的了解猫的个性和需求。绝对是。重要的是要确保这只猫非常适合我们的家庭和生活方式。我们还应该考虑是否有时间和资源来妥善照顾这只猫。绝对是。养宠物需要承诺和关注。让我们和孩子们聊一聊，看看他们对养猫作为新家庭成员的感受。好主意，安娜。他们的意见很重要，让他们参与决策过程很重要。如果我们决定收养这只猫，我们还应该确保安排去看兽医进行检查。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方法，安娜。我们希望确保猫的健康和福祉。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让我们收集更多信息并进一步讨论。同意，安娜。这是一个重大决定，我们希望确保这是适合我们家庭的决定。不管我们是否收养这只猫，我们的邻居都会想到为他们的宠物找个好家。绝对可以，安娜。它表明了他们对猫咪福祉的关心和责任。在考虑我们的决定时，让我们牢记猫的福利。绝对可以，安娜。我们将确保做出最适合所有参与者的明智选择。我很高兴我们有这样的谈话，约翰。它显示了我们的深思熟虑和体贴。我也是，安娜。重要的是要谨慎对待此类决策，并保持开放的沟通。无论我们做出什么决定，我都相信这将是我们家庭的正确决定。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安娜。我们的爱与关怀将指导我们做出最佳选择。第6课，我们附近会有一家新医院。你好，安娜。你听说过我们城市正在建造的新医院吗？嗨，约翰。是的，我听说过一些关于他的消息。我们附近有一家新医院，真是令人兴奋。绝对是。它将带来更多的医疗保健选择和更好的医疗服务。这对我们的社区来说是个好消息。在家附近拥有优质的医疗设施很重要。我同意。在医疗紧急情况下，这将为我们和我们的邻居带来便利。我希望新医院将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和熟练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我读到，这将是一个最先进的设施，拥有广泛的医学专业。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这意味着我们不必走太远，就能接受专门的治疗或手术。它还将为我们城市的医护人员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积极的影响，它将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并提供就业机会。我很想知道医院预计什么时候会开门。我不确定确切的日期，但我听说它计划在明年内开放。我们应该留意有关开幕的任何更新或公告。绝对是。新医院准备就绪后，去参观一下会很有趣。这是个好主意。这将使我们有机会参观设施，并进一步了解他们提供的服务。
我希望新医院也能专注于提供富有同情心和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是的，这很关键。患者的健康和舒适应该始终是重中之重。得知我们很快就会有现代化的医疗机构可供我们使用，这真是令人欣慰。绝对是。对于我们的城市和整个医疗基础设施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让我们随时了解最新情况，分享我们收到的有关新医院的任何最新消息。听起来像个计划，安娜。让自己和邻居随时了解情况很重要。我很感激我们的城市有不错的医疗保健选择，它让人高枕无忧。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安娜。令人欣慰的是，可以轻松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我们很幸运能在我们城市的医疗保健资源中加入这一新资源。绝对可以，安娜。这是在改善我们社区福祉方面向前迈出的一步。我们希望新医院能够满足我们住院医师的需求，并提供优质的护理。我寄予厚望，安娜。新医院将为我们的城市带来更健康的未来。第7课，你知道哪种动物是世界上最快的吗？你好，安娜，你知道哪种动物是世界上最快的吗？嗨，约翰，我想是猎豹，它们能跑得很快，对吧？没错，安娜。猎豹以其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而闻名。它们能跑多快？它们可以达到每小时70英里，每小时113千米的速度。哇，太神奇了！难怪它们被认为是速度最快的陆地动物。是的，它们的速度可以帮助它们在狩猎时捕捉猎物。还有其他动物的速度也很快吗？是的，另一种速度快的动物是游隼鸟，它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鸟。真的吗？它能飞多快？游隼在狩猎潜水期间可以达到每小时240英里，每小时386千米以上的速度。太不可思议了！这一定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绝对是。令人着迷的是，不同的动物是如何适应以自己的方式变得敏捷的。你认识的还有其他动物的速度异常快吗？是的，旗鱼被称为鱼类中最快的游泳者。它能游多快？它可以以高达每小时68英里，每小时110千米的速度游泳。对于鱼来说，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确，看到动物界的速度和能力各不相同，真是太神奇了。了解这些快动物真的很有趣。我同意，安娜。大自然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生物，具有非凡的能力。看到它们是如何进化为在环境中生存和茁壮成长的，真是令人着迷。绝对是。它提醒人们自然世界的多样性和奇迹。谢谢你分享这些信息，约翰。我今天学到了一些新东西。不客气，安娜。我很高兴能和你分享一些有趣的事实。
大自然永远不会停止让我大吃一惊，我一直渴望更多的了解它。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安娜，总会有一些新奇而引人入胜的东西等着发现。让我们继续探索和欣赏动物界的奇观。绝对可以，安娜，这是无穷无尽的迷恋和学习之源。第8课，我听说附近有一条有趣的徒步路线。你好，安娜，我听说附近有一条有趣的徒步路线，你想去远足吗？嗨，约翰，当然，我总是为户外探险做好准备。告诉我更多关于徒步路线的信息。它叫做森林步道，它以其风景秀丽和多样的野生动物而闻名。这听起来很棒。这条路有多长？它长约5英里，8000米，所以这是一次适度的徒步旅行，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可以控制的。太棒了！这条小径上有特定的地标或景点吗？是的，小径中途有一处美丽的瀑布，这里是休息和欣赏美景的理想去处。我喜欢瀑布，这将是拍照的好机会。绝对是。这条小径还穿过茂密的森林，因此我们将被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所环绕。我发现森林如此宁静和令人耳目一新，这将是逃离城市的好去处。我完全同意，安娜。大自然有办法使我们的思想和精神恢复活力。这条小径的标记是否清晰？我想确保我们不会迷路。是的，这条小径维护得很好，沿途有清晰的标记，我们应该毫不费力地保持正轨。这让人放心。我不是最有经验的徒步旅行者，但我喜欢在大自然中生活。别担心，安娜，这不是一条艰难的小径，我们可以花点时间去欣赏周围的环境。谢谢你对我的耐心，约翰，我很感激。当然，安娜，最重要的是要一起享受安全愉快的体验。徒步旅行需要带任何特殊装备或补给品吗？穿上舒适的登山鞋，带上装有水、零食和防晒霜的背包，总是一个好主意。这是有道理的，我一定要把那些必需品打包好。太棒了！在出发之前，我们还要看看天气预报，只是为了做好准备。好主意，约翰。我们希望确保我们有适合条件的衣服。我对这次徒步旅行感到兴奋，安娜，这是一个探索大自然、共度美好时光的机会。我也是，约翰。我很期待森林步道的美丽和宁静。让我们设定一个日期，让它成为现实。对我们来说，这将是一次难忘的冒险。同意，约翰。我迫不及待地想和你一起踏上这段徒步之旅。这将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安娜。很快见，让我们为徒步旅行做好准备。待会儿见，约翰。我正在倒计时日子。第9课，我一直在考虑去伦敦旅行。你好，安娜，我一直在考虑去伦敦旅行，你觉得怎么样？嗨，约翰，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
伦敦是一座充满活力和历史悠久的城市。我听说过很多关于它的著名地标的消息，比如大笨钟和塔桥。是的，伦敦有很多值得一看合作的事情。我们可以探索博物馆，参观公园，体验当地文化。这听起来太棒了！我对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参观罗塞塔石碑特别感兴趣。大英博物馆绝对是必游之地，我们将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神奇文物。我也很高兴能尝试炸鱼薯条和下午茶等传统的英国美食。绝对可以，这将是沉迷于一些美味的英式美食的好机会。我听说伦敦的公共交通系统相当高效，这将使在城市里四处走动变得更加容易。确实如此，我们可以乘坐著名的红色双层巴士，或乘坐地下地铁探索城市的不同地方。还值得考虑在泰晤士河上乘船游览，以不同的视角看待这座城市。这是个好建议，约翰。这将是一种风景优美的方式，可以欣赏沿河的一些标志性地标。我们还应该计划参观白金汉宫，试着见证换岗仪式。这是一次经典的伦敦体验，近距离观察皇室传统会很有趣。我很高兴能沉浸在当地文化中，甚至可能在西区看一场戏剧表演。伦敦的戏剧界享誉全球，在那里看到现场表演将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让我们花点时间放松身心，享受伦敦美丽的公园，比如海德公园或圣詹姆斯公园。好主意，约翰。悠闲的散步，然后在其中一个绿色空间里野餐真是太好了。我们应该开始研究和计划行程，以充分利用我们的伦敦之旅。绝对是，做好准备并大致了解我们想去的地方总是件好事。我真的很期待这次冒险，安娜。这将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旅程。我也是，约翰。与您一起探索充满活力的伦敦市，将是一次奇妙的体验。让我们把它变为现实，安娜。我们将度过愉快的时光，探索伦敦所能提供的一切。绝对可以，约翰。伦敦，我们来了。第10课，我们应该谈谈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的问题。嗨，安娜，你准备好我们的旅行了吗？我们应该谈谈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的问题。嗨，约翰。是的，我很兴奋。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的流程。首先，我们需要确保随身携带护照和机票。对，这些是我们需要在值机柜台出示的重要文件。我们还应该查看行李的重量和尺寸限制。这是个好观点。我们不希望为超重行李带来任何惊喜或额外费用。让我们在家称重行李箱，确保它们符合航空公司的要求。为了安全起见，将任何液体或凝胶装在透明、可重复密封的袋子里是个好主意。没错，我们不希望安检流程出现任何问题。
到达机场后，我们需要找到我们航空公司的值机柜台。是的，通常会有标志或信息板引导我们前往右边的柜台。在值机柜台，我们需要向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出示护照和机票。他们还会问我们一些问题，并可能给我们登机牌。登机牌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它显示了我们的座位号和登机口。办理登机手续后，我们应该前往安检区。我们需要将行李放在传送带上进行 X 光检查。而且我们必须通过金属探测器或人体扫描仪。在此过程中，请务必遵循安全人员的指示。通过安检后，我们可以前往登机口。最好查看航班信息显示屏，以确认我们的登机口号码。而且我们应该准时到达登机口，以免错过航班。如果我们有任何问题或需要帮助，我们可以随时询问机场工作人员。他们通常乐于助人，随时准备为乘客提供帮助。确实如此，他们可以提供有关机场便利设施、商店或餐馆的信息。最后，我们应该将旅行证件和登机牌保存在安全的地方。是的，在需要时，让他们易于访问很重要。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可能看起来让人不知所措，但如果我们逐步按照流程办理登机手续，一切都会很顺利。我同意，约翰，让我们确保一切都井然有序，为无忧办理登机手续做好准备。绝对可以，安娜。我们差不多准备好开始我们的旅程了。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等不及要和你一起探索新地方了，约翰，让我们度过一段愉快的旅程吧。绝对可以，安娜。让我们一起留下难忘的回忆。祝你飞行安全。第11课，你注意到这座城市的街道有多干净吗？嗨，安娜，你注意到这座城市的街道有多干净吗？嗨，约翰，是的，我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维护得很好，整洁。绝对是。我见过工人经常清扫和捡垃圾。很高兴看到他们在保持街道清洁和吸引力方面付出的努力。它使在城市中漫步成为一种愉快的体验。我同意，很高兴看到人们为保持周围环境的清洁而感到自豪。它还表现出对环境和社区的尊重。绝对是，干净的城市也会给游客留下积极的印象。它反映了城市的整体生活质量。这真是鼓舞人心，这也让我也想为保持周围环境的清洁做出贡献。每一次小小的努力都很重要。我们可以从妥善处置自己的垃圾开始。而且，如果我们看到任何垃圾，我们可以把它捡起来，扔到附近的垃圾箱里。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以身作则，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干净、可持续的环境，让每个人都能享受。绝对是。让我们继续欣赏和照顾这座城市里干净的街道。
同意，约翰，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为之骄傲的事情。第12课，为我们的新员工打印新名片。你好，安娜，我想是时候为我们的新员工打印新名片了，你觉得怎么样？嗨，约翰，我同意，为我们的团队更新名片很重要。我们应该在卡片上注明新员工的姓名、职位和联系信息。绝对是，这对于建立人际关系和给人留下专业印象至关重要。我们还应加入我们的公司徽标和颜色，以保持品牌一致性。这是个好观点，一致性是我们企业形象的关键。您对新名片有任何设计想法或偏好吗？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持简单干净，外观专业。我同意，具有清晰字体和相关信息的极简主义设计将是有效的。我们还应该考虑卡片的大小和材质，耐用且易于携带的东西。确实如此，我们希望这些卡片能够经受住经常使用，并给人留下持久的印象。我们是否应该提供任何其他详细信息，例如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或网站？这取决于新员工的角色和他们想要共享的信息。对，我们应该与新工作人员讨论这个问题，以确保他们的偏好得到考虑。设计和信息完成后，我们可以将其发送给印刷服务机构。在打印整批产品之前，我们应该要求提供证明，以检查是否存在任何错误或调整。好主意，拥有准确无误的名片很重要。而且，一旦我们收到打印的卡片，我们就可以将其分发给团队和新员工。我们还应该多保留几张牌，以防将来需要更多。绝对是，做好准备并手头有备用卡片总是件好事。我很高兴我们能为我们的新团队成员处理好这个细节，它显示了专业精神。为他们提供代表我们公司的必要工具很重要。同意，安娜。让我们开始设计和打印新名片。我很高兴看到最终结果，这将为我们团队的专业形象锦上添花。谢谢你的投入，安娜。您的想法和对细节的关注非常宝贵。同样的，约翰，感谢你们的合作，使我们的团队变得更强大。第13课，我们需要亲自会见一位重要的客户。你好，安娜，我刚和一位重要客户通了电话，我们需要讨论亲自会见他们。嗨，约翰，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会议在何时何地举行？会议定于下周举行，我们将在他们市中心的办公室见面。太棒了，我们应该做好准备，给人留下好印象。绝对是，我们需要研究客户的背景，并了解他们的需求。知识渊博并准备好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或疑虑很重要。我会确保带上我们的产品样品或任何相关材料。
这是个好主意。视觉辅助工具可以帮助说明我们的产品，并使演示更具吸引力。我们还需要为会议穿着专业的着装。是的，我们应该穿职业装以表示尊重和专业精神。为了表明准时性，我们应该在开会前提前几分钟到达。准时是至关重要的，这表明我们珍惜他们的时间，并且是可靠的。在会议期间，我们应该积极倾听客户的意见，并提出相关问题。没错，了解他们的需求和顾虑将有助于我们根据他们的要求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在提出我们的想法或建议时，我们也应该充满信心和口齿清晰。信心是关键，它有助于建立信任，并表明我们相信我们的产品或服务。会议结束后，我们应该再发一封感谢电子邮件或打个电话。对他们的时间表示感谢和赞赏是一个不错的姿态。记下会议期间讨论的任何行动项目或后续步骤也很重要。跟踪细节将有助于我们保持井井有条，并确保及时采取后续行动。让我们为会议准备一个议程或大纲，以保持专注，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这是个不错的计划，它将帮助我们保持正轨，涵盖所有要点。我很期待这次会议的到来，这对我们的业务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也是，约翰，让我们确保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准备好给客户留下深刻的印象。携手合作，我们可以产生积极影响，并与客户建立牢固的关系。绝对可以，约翰，让我们为成功的会议和未来的合作而努力。谢谢你的见解，安娜。您的意见对我们的准备工作很有价值。同样的，约翰，感谢您的合作和对我们成功的奉献。第14课，庆祝新年。嗨，安娜，新的一年快到了，我们应该如何庆祝呢？嗨，约翰，太激动人心了，我们可以与朋友和家人计划一次小型聚会。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在我们家度过一个舒适的聚会。我们应该用气球、飘带，也许还有一些节日灯光来装饰房子。绝对是，它将营造一种欢乐和庆祝的氛围。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美味的食物和小吃供大家享用。好主意，聚会期间，手抓食物和开胃菜总是很受欢迎。我们还应该喝一些酒精饮料，包括酒精饮料和非酒精饮料，以满足每个人的喜好。重要的是要确保每个人都有自己能享受的东西。我们可以在后台播放一些活泼的音乐，为庆祝活动营造气氛。这是个好建议，音乐总能增添节日气氛。随着午夜的临近，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迎接新的一年的倒计时。是的，我们可以用时钟或计时器来标记一年的最后几秒。午夜时分，我们可以用香槟或起泡果汁敬酒。举杯祝彼此新年快乐是一种传统。
我们还应该有一些派对礼物或五彩纸屑，让这一刻变得更加特别。这是个好主意，这将为庆祝活动增添一丝兴奋和欢乐。倒计时结束后，我们可以交换拥抱和祝福，祝你未来美好的一年。现在是表达感激之情，并期待新起点的时候了。我们也可以在电视上观看烟花汇演，如果附近有烟花汇演，也可以到外面去。看烟花永远是迎接新年的神奇方式。整个晚上，我们可以玩一些游戏，或分享故事和笑声，共度美好时光并创造回忆，是让庆祝活动令人难忘的原因。我们不要忘记拍一些照片来捕捉快乐时光。绝对是，照片将帮助我们珍惜这个特别夜晚的回忆。我期待着和你一起庆祝新的一年，约翰，这将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样，安娜，让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带着欢乐和积极的心情开始新的一年。谢谢你的热情，约翰，精力充沛，让庆祝活动更加愉快。安娜，谢谢你的想法和合作，让我们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新年庆祝活动吧。第15课，更换我的旧手机。你好，安娜，我一直在考虑更换我的旧手机，你觉得怎么样？嗨，约翰，这可能是个好主意。你现在的手机有多久了？我已经用了大约3年了，它开始显示出磨损的迹象。这是可以理解的，技术发展迅速，新款手机提供更多功能。确实如此，我注意到与新机型相比，我的手机速度更慢。你考虑过新手机想要什么功能吗？我想要一部摄像头更好、存储容量更大的手机。这些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如果你喜欢拍照或下载应用程序。我还想要一部电池续航时间更长的手机。我现在的手机使用寿命不如以前那么长。电池续航时间绝对至关重要，当手机很快死机时，这真是令人沮丧。我一直在网上研究一些选项，有很多型号可供选择。在做出决定之前，最好阅读评论并比较不同的品牌和型号。我也一直在研究价格，以确保它符合我的预算。设定预算是明智之举，它有助于缩小选择范围并防止超支。我想我会去几家商店亲眼看看手机，然后感受一下。这是个不错的计划，在购买之前查看并握住手机总是很有帮助的。我还将检查是否有任何正在进行的促销或折扣。好主意，您也许可以找到一笔不错的优惠，并节省一些钱。确定型号后，我会确保将所有数据和联系人转移到新手机上。备份数据并确保顺利过渡到新设备非常重要。绝对是，我不想丢失任何重要信息。
如果您在设置新手机时需要任何帮助，请随时提问，我是来帮你的。谢谢你，安娜，我很感激你的提议，我可能会和你谈谈这个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约翰，我很乐意帮忙。我很高兴能买到一部新手机，有了更新的功能，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新手机的好处。祝你搜索好运，约翰。谢谢，安娜，我会随时向你通报我最终选择了哪款手机。听起来不错，约翰，我很期待听到关于你的新设备的信息。第16课，我想是时候安装防病毒程序了。你好，戴安娜，我的电脑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我认为是时候安装防病毒程序了。你觉得怎么样？嗨，约翰，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拥有防病毒程序可以帮助保护您的计算机免受恶意软件和病毒的侵害。我注意到我的电脑运行速度变慢了，有时会出现奇怪的弹出广告。这些迹象表明您的计算机可能已被感染。安装防病毒程序可以帮助检测和消除任何威胁。你会推荐哪种防病毒程序？有几种信誉良好的防病毒程序可用，一些受欢迎的有 Avast、Norton 和 McAfee。它们易于安装和使用吗？是的，大多数防病毒程序都有用户友好的界面，并提供分布安装说明。我应该多久在计算机上进行一次扫描？最好每周至少进行一次定期扫描，以确保您的计算机不受任何威胁。防病毒程序会降低我的电脑速度吗？虽然某些防病毒程序可能会对计算机性能产生轻微影响，但大多数现代程序的设计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减少减速。我应该选择免费版本还是投资付费版本？免费版本的防病毒程序提供了基本的保护，但付费版本通常提供额外的功能和更全面的安全性，这取决于您的特定需求和预算。我想我会选择付费版本以获得更好的保护。你知道有哪些可靠的网站可以购买这个程序吗？您可以直接从相应软件公司的官方网站购买防病毒程序，最好从值得信赖的来源购买。我一定会这样做的。谢谢你的建议，安娜。不客气，约翰，务必优先考虑计算机和数据的安全性。安装防病毒程序后，我将安排定期更新，以使其保持最新状态。这是个好主意。定期更新可确保您的防病毒程序具有最新的安全补丁，并且可以有效保护您的计算机。我很高兴我们有这样的谈话。现在我对保护我的计算机更有信心了。我很乐意帮忙，约翰。如果您在安装过程中还有其他问题或需要帮助，请随时与我联系。谢谢你，安娜，感谢你的支持。
一点问题都没有，约翰。注意并保持上网安全。你也是，安娜。再次感谢。第17课，我听说有台风要来了。你好，戴安娜，我听说有台风要来了，你准备好了吗？嗨，约翰，是的，我一直在关注天气报告，为了以防万一，我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应该为台风做什么样的准备？重要的是要将松散的物体固定在室外，例如露台家具或可能被强风吹走的植物。我会确保带上任何很容易被风带走的物品。此外，我们应该储备食物、水和电池等必需品。我会列出必需物品的清单，然后去商店买。如果停电，最好带上手电筒和电池供电的收音机。我会看看我们家里有没有这些物品，如果没有，我也会买。请务必为您的电子设备，例如手机，充电，以防我们断电。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会给手机和我可能需要的任何其他设备充电。重要的是要随时了解天气状况，并听取地方当局发布的任何警告或建议。我将密切关注新闻和电台，了解有关台风路径和强度的最新消息。如果当局建议撤离，那么听从他们的指示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至关重要。绝对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安全应该是重中之重。最后，暴风雨期间待在室内，远离窗户很重要。强风和飞扬的碎片可能很危险。我会确保待在房子的安全区域，避免不必要的出门。安全总比后悔好，让我们采取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并做好准备。谢谢你的提醒，安娜。您的建议对于确保我们在台风期间的安全非常宝贵。不客气，约翰，我们一起参与其中。在台风期间，让我们保持安全，互相支持。的确，安娜，也要小心，也要注意安全。我们希望台风的影响降到最低。第18课，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从邮箱里收集邮件了。你好，戴安娜，我刚刚意识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从邮箱里收集邮件了。你注意到了吗？嗨，约翰，你说的对，我完全忘记了。我们应该尽快查看邮箱。我想知道有没有重要的信件或包裹在等着我们。是的，我们不应该让它堆积太久。我们今天去收邮件吧。我希望我们没有遗漏任何账单或重要文件。最好保持领先地位，我们不想错过任何重要的截止日期或信息。我会带上邮箱钥匙，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里面有什么。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在查看邮箱时，有人陪伴你，总是件好事。让我们确保仔细阅读邮件，并进行相应的整理。我们可以将账单、私人信件
和任何其他类别分开，以使事情井井有条。如果有包裹，我们应该打开它们，看看里面有什么。是的，收到包裹真是令人兴奋，我们不要让它们长时间未开封了。检查完所有内容后，我们可以处置任何垃圾邮件或不需要的广告。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不需要四处乱七八糟。而且，如果有任何重要或紧急的事情，我们应该立即处理。绝对是，如果有需要我们注意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拖延采取行动。让我们养成从现在起定期查看邮箱的习惯，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东西。同意，这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可以使我们免于潜在的问题或错失的机会。谢谢你提醒我，安娜。我们马上去收信吧。不客气，约翰，我去拿钥匙，我们一起来处理。第19课，我想吃点烤鸡。你好，安娜，我想吃点烤鸡，你知道怎么做吗？嗨，约翰，是的，我愿意。其实很简单，你想让我分享这个食谱吗？那太棒了，我们该如何开始？首先，将烤箱预热至400华氏度，200摄氏度。好吧，明白了。下一步是什么？接下来，用冷水将鸡肉由内而外冲洗，然后用纸巾拍干。我们应该给鸡肉调味吗？是的，我们应该。我们可以用盐、胡椒粉和任何其他首选调味料擦鸡肉。您还可以添加一些草药，例如迷迭香或百里香，以增加风味。听起来很好吃。调味后我们要做什么？将鸡肉放在烤盘或烤盘上，胸部朝上。还有其他步骤吗？是的，我们可以将整个柠檬或洋葱放入鸡腔中以增加风味。这是一个不错的提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想用厨房麻线把腿绑在一起来绑住鸡肉，这有助于鸡肉均匀煮熟。我明白了，那我们要烤多久？在预热的烤箱中将鸡肉每磅450克烤大约20分钟，因此如果是4磅重的鸡，它应该烤大约1小时20分钟。很高兴知道，我们需要在鸡肉烤的时候给它涂上酱吗？是的，每隔30分钟给鸡肉涂一次是个好主意。你可以用锅里的滴水或者一些融化的黄油来做。我一定会这样做的。还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吗？是的，鸡肉吃完后，用肉类温度计检查内部温度，大腿最后的部分应达到165华氏度，75摄氏度。太棒了，谢谢你的提示。煮熟后，我们该怎么做？鸡肉煮熟并达到所需温度后，将其从烤箱中取出，静置约10分钟后再雕刻。
休息对于保持果汁在里面很重要，对吧？没错，它可以帮助鸡肉保持湿润，让味道沉淀下来。我等不及要试试了，感谢你分享食谱，安娜。不客气，约翰，尽情享受自制的烤鸡吧。第20课，你知道图书馆里有没有有趣的小说吗？你好，安娜，我一直在找一本新书来读。你知道图书馆里有没有有趣的小说吗？嗨，约翰，是的，图书馆里有各种各样的小说，我们可以去看看。听起来不错。我们如何找到我们感兴趣的小说？我们可以从图书馆的小说部分开始，它通常按作者的姓氏字母顺序排列。好吧，所以我们来找作者的名字。如果我们不认识任何具体的作者怎么办？如果你不确定任何特定的作者，你可以浏览不同的流派，或向图书馆员寻求推荐。这是个好主意。我会向图书馆员征求一些建议。如果我想要一本特定的书怎么办？如果你想的是特定的书，你可以查看图书馆的在线目录，或请图书馆员帮你找到这本书。如何使用在线目录？图书馆员可以指导您如何使用在线目录。您可以按书名、作者或关键字进行搜索。这很有帮助。一旦我们找到这本书，我们该怎么借呢？找到要借的书后，就可以把它带到图书馆员的办公桌前，他们将协助您完成借款流程。借书需要借书证吗？是的，你需要借书证才能借书。如果你没有借书证，可以在图书馆的登记处注册一张借书证。如果我还没有，我一定要带上我的借书证或者去拿一张。这是个不错的计划，请记得查看退还书籍的截止日期，这样您就可以避免任何滞纳金。我会记住的。谢谢你的提醒，安娜。不客气，约翰，尽情享受在图书馆探索小说的时光。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些好书来读。谢谢你，安娜。我很高兴能深入了解一个新故事。